在平凡的日常里，我们不时会遭遇身体不适的问题，我们可能会将其归咎于营养不足、缺乏锻炼，或者是压力的沉重负担。然而，许多时候身体的健康问题实际上与我们的福报亏损紧密相连。福报这个看似抽象却又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概念，在《了凡四训》中被认为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之一。它代表了一个人在一生中所积累的善行和善念，以及由此带来的好运和积极成果。福报不仅能在物质层面带来满足，更能让我们的精神层面感到充实和幸福。福报的亏损为何会导致身体疾病呢？这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。这部影片将深入探讨这个话题。我们的肉身被称为报身，即是因果报应的体现。我们的福报、智慧和德行都能在肉身上找到痕迹，因为肉身是福报、智慧和德行的集合体。因此，那些经常轻易生病的人，可能正是因为福报不足。请务必铭记，福报不圆满的人，肉身也难以达到圆满状态。在修行的旅途中，首先需要培养福报，拥有福报之后，修行之路才会畅通无阻。在追求健康之路上，我们经常发现，身体的疾病往往与内在的业力相连。正如六祖慧能所说，我们的本性原本是完整无缺的，而肉身作为这一本性的外在表现，理应保持健康无疾。当身体出现疾病时，这通常是因为业力的阻碍以及福报的不足所导致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福报具足。在肉身上有哪些迹象提醒我们需要注意呢？我们的身体通过六根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与外界的六尘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相接触，产生六识：视、听、嗅、味、触、意。这是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。眼睛所能见的是色，同理，耳朵能听到的是声，鼻子能闻到的是香，舌头能尝到的是味，身体能感知的是触，意识能感受到的是法。这是六根对六尘的反应。六尘是外在的，而六识是我们身上六根所感受到的数据。杂含经记载，内有六贼，随逐肆虐，得便当杀，汝当防护。这里的六贼也称内六贼，指的是六根的贪欲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在修行佛法的过程中，六根的贪欲最为危险，必须加以防范，否则难以成就佛果。六根如盗贼潜藏，犹如贼劫财物。鼻子作为呼吸通道，具有通气功能，而肺是呼吸，故称鼻为肺之窍。鼻还有主嗅觉的功能，鼻的通气和嗅觉功能正常与否，均与肺脏功能有关。肺气充沛，则呼吸通畅，嗅觉灵敏；肺气不足，
则鼻塞流涕，嗅觉不灵。此时应适当多吃新鲜蔬菜和瓜果，加强体质锻炼，防止肺部并发症的发生。若眼睛突然频繁发花，眼角干涩，看不清东西，这可能是肝脏功能衰弱的先兆。眼睛的功能主要与视觉感知相关，开窍于目，肝藏血，肝受泄而能视。若肝脏功能正常，则两目有神；若肝气不舒，肝血不足，则两目干涩，视力减退。眼睛的健康与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与否有直接关系。五脏六腑之精气充盈，视觉功能正常；五脏六腑精气不足，则会影响眼睛的正常生理功能。口是消化道的入口，脾开窍于口，脾主运化，脾气健运，食欲旺盛，则口健康。若脾食健运，生食生热，则口唇生疮或口臭，这主要是由于饮食失调、饥饱不当所致。由于脾脏不好，会影响到胃，当胃受到损害时，嘴唇会明显变得干燥欲裂、麻木无味。除了调整饮食外，还要注意不要吃生冷油腻的食物。耳是听觉器官，肾藏精，开窍于耳。耳的听觉功能靠肾精的充养，若肾精充盛，髓海得养，则听觉灵敏；若肾精不足，髓海失养，则双耳失聪，行动迟钝，给人以早衰的感觉，伴随脚痛、腰痛、尿频等症状。工作过度劳累的人尤其要注意，要做到劳逸结合，避免过度疲劳。少饮酒，少吃姜、辣椒等刺激性强的食物。舌是发音的重要器官，是心之外候，心主血脉，心的气血上通于舌，保持舌的正常生理功能。若心血充盈，心气健旺，则舌体活动自如，发音正常，语音清晰。若心血色滞，心气不足，则舌卷舌强，发音困难，语音不清，味觉迟钝，尝不出味道，伴随心悸、梦多、失眠等症状。这意味着心脏功能受到了损害，这是操劳过度所致。当口中干涩、舌苔厚重，尝不出食物的滋味时，尤其要警惕，防止心脏发生病变。六根中的身对应六尘中的触，身体的触觉也是如此。若嘴唇感觉麻木，饮食减少，身体日渐消瘦，这是胰脏功能在逐步衰减的迹象。熟悉生理学的人都知道，大脑是产生意识的器官，如果这些中枢被破坏，面对外界刺激时，就无法产生认识或感觉，人的灵敏度会大幅下降。因此，人不应过度消耗身体，不当使用感觉器官会加速器官老化，甚至迅速丧失灵敏度。在众多可能导致器官灵敏度下降的因素中，过度刺激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。六根中的任何一根，如果贪图享乐，人都喜欢快乐，
但并非事事都能带来快乐。生活中有喜有悲，人们往往执着于快乐，渴望长久追求，因此产生了贪欲和嗔恨。贪欲和嗔恨源自无明烦恼，二者结合形成贪嗔痴的情绪三毒。通常我们认为，寒病是由贪欲心引起的，热病则是由嗔恨心引起的。贪心和嗔心的根源在于无明心，如果消除这三种情绪，疾病也能彻底治愈。身体任何部位不适，都表明相应的位置出现了阴阳失衡。身体健康与否会在人的福报中体现出来，珍惜身体，福报才会越来越好。观察一下，一家人吃同样的饭菜，为什么每个人的体型和面相不同？这说明业力不同。营养的好坏实际上由福报决定，越补充营养就越好吗？很多人看到修行者吃得很少，甚至缺少油盐，却能保持健康，这是因为出家人自己修来的福报，而非饮食所致。社会上的人吃得比寺院里好得多，但为何健康受损？这说明健康由福报决定。有些孩子出生后经常生病，父母认为是营养不良，但这并非营养问题，而是福报问题。错误地认为营养不良，就过度补充营养品，结果孩子病情加重。过度杀生也导致孩子福报减少，健康每况愈下。作为父母或祖父母，都应有这样的认识，否则看似对孩子好，实则可能害了他们。许多孩子福报小，营养不良，除了前世的业力，也与今世父母的作为有关。人们认为西医注重脂肪、蛋白质的摄入，但要明白，人并非仅由物质构成，吃多少营养并不意味着就能补充多少。中医界有一种说法，身体比大脑更聪明，你吃什么由你决定，但吸收和排出的量你能控制吗？补充多少钙片，并不意味着身体就能吸收多少。唐代永嘉禅师说，幻化色身即法身，这个色身称为报身，即因果报应的身体，是善恶业所形成的果报的体现。如何才能少生病？许多人注重养生，其实有时候不必过于在意，该吃就吃，该睡就睡，但不要忘记培养福报，这才是关键。真正培养福报的人，不刻意关注色身，色身反而健康。相反，有些人年轻时过于谨慎，只想享受，结果世间技巧都用尽，却无济于事。你越关注色身，色身反而越糟糕。法华经中提到，应以佛陀的庄严来自我庄严。佛陀具备32项、80种美好特征，这些并非仅仅通过饮食来庄严色身，而是通过培养福报和奉献来实现的。例如，许多人原本身体不佳，但通过做义工，身体逐渐好转；而有些人不愿布施，害怕生病，频繁去医院，结果财富都用于医疗。
身体却越来越差。这是一种本末倒置。有些人一生都被慢性疾病困扰，尽管服药也无法治愈，如头痛、腰酸背痛等。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亲手照顾父母，即使忙碌无法亲自尽孝，也应设法做一些功德回向给他们，或抽空多去照顾他们。只要有这份心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慢性病逐渐好转。同样，我们应将孝顺的德行扩展至所有众生。若自己经营企业，最好能在月初和月中食素，并在做功德时，比如捐助穷人，将功德的善果回向给客户和员工，或鼓励大家捐助，如每月初1和15捐助100元，帮助孤儿院或大修行人，让每个人都有福报，这样企业必定繁荣。这是简单的道理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我们常忽略身体与心灵的深刻联系。当我们开始重视福报，便开启了通往更深层次健康的大门。讲了这么多关于福报的不足，究竟什么是福报呢？福报是人生幸福的基石，它能带来充足的财富、体面的工作、甜蜜的爱情、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使家庭和睦，亲人相亲相爱，爱人忠诚，带来平安和吉祥。有智者说，修福德不修智慧是愚蠢，修智慧不修福德是狂妄和消耗。依赖过去的福报生活叫做吃福，如果不积累福报，总有一天会耗尽。没有福报，生活中将充满苦难。星云大师曾说，钱只能在这一生中使用，而福报可以在生生世世中受益。与金钱相比，人们更应该积累福报。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智慧和福报的结合。即使有智慧，很会读书，但没有福报，在社会上赚钱也会很困难。读书要善于学习，但赚钱和读书是两回事。无论是做生意还是经营企业，首先依靠的是福报，其次是智慧。人生就像享用一桌饭，有些人享用的饭菜丰盛，而有些人则普通。如何享用人生这桌饭？其中包含许多道理和智慧。首先，要知道福报是可以转化的。福报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。人的寿命、地位、财富、家庭、婚姻、子女、事业等，是可以计算出来的，这就是定数，是前世积福而来的，在地府的善恶簿上是有记录的，这是无形的福报，我们可以说，但看不到。有形的福报则是已经显露出来的，如健康、长寿、地位、外貌、家庭、事业、智慧等。看得见的是有形的福报。有形之福如同物质，无形之福如同能量，二者可以相互转化。实际上，人生享福是将命中无形之福转化为有形的福报来享用。无形可以转化为有形，有形也可以转化为无形。无形的福报比有形的福报更重要，所以
享福不如存福。现代人的观念是拼命追求财富，快速积累财富。其实，钱赚得多，不是你的能力，而是你的无形之福快速转化为有形的福报。如果福报不够，即使有再大的能力，再怎么努力去赚，也赚不到钱。一个人能不能赚到钱，取决于他命中是否有足够的福报。如果无形之福充足，有求必应，有愿皆成，所作全办。所以无形的福报最重要。福人居福地，福人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因为无形之福是万能的，能够化解各种意外的灾难与逆境。世人无志，想早早出人头地，把无形之福转化为有形的福报。他不重视无形之福，而喜欢享受有形的福，这是没有智慧。过早透支无形之福，以后的日子会很难过。没有福了，各方面立刻会出问题，比如家庭不如意，夫妻总打架，儿女不贤良，然后身体健康出问题，寿命折损。所以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要惜福存福，尽量少享福，把已经变成有形的福转成无形的福报，积存起来以备后用。想早福不如享晚福，先苦后甜好受，先甜后苦难过。有人年轻时家境好，日子很好过，过分享用财富，这是想早福太过，往往没有晚福可享，而晚年凄凉。宁可年轻时艰苦，留着福报晚年享，才真幸福，还可以延长寿命。为父母者，不要随便买名牌高级物品给儿女享用，这是折损儿女的福禄寿，透支其未来的生命能量，要么他将来的日子很难过。少年得志一蹴而就，大器晚成长久。要注意，想偏福不如均匀平衡。当代人不愿意过平凡的日子，想出人头地。尤其现在的观念，以财富多少来炫耀自己人生是成功的，所以都在过度追求财富。有人追求到了，其实是无形的福报偏多地转为财富了。人生的福报是有限的，以免偏多，其他方面就会不足，常常不如意，这就叫想偏福。所以很多人发大财之后，各方面问题连连。这一方面的例子有很多，哪怕是世界首富，也逃不过灾难、入狱、不治之症、妻离子散等等恶报。这就是偏福。我们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有钱什么事都好办。其实有钱人很多时候也是求什么不来什么，怕什么来什么。怎么办？最好是福报均衡。既然财富偏多，就拿出一半甚至2/3，赶紧舍财作福。这是把有形的福报转化成无形之福。富人往往也喜欢做慈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无形之福足了，希望得到美满的家庭、健康的身体、顺利的事业、
贤良的子女，自然就会达成愿望。天道的规律不能不知，还要记住，不要追求那些轻易到手的钱财，无功不受禄。有些人喜欢一朝暴富，比如通过彩票、股票、炒房、传销等方式，钱来得容易且不费力，这是横财，暗藏着横祸。有智慧的人不会赚这种烫手的热钱，而是通过勤劳付出赚取钱财，甚至多付出而少拿钱。有人甚至不拿钱，只做义工，因为付出的多，享福少，无形之福就能积存更多。一个人有没有福报，世俗的眼光看其钱财多不多，地位高不高，而智慧的眼光看其无形的福报多不多。有些人成为大企业家或大明星，有形的福报很大，但实质上无形的福报已经很少了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可能突然死亡或夭折，是因为过早地享尽了晚福，过度透支了生命能量。世人不懂因果法则，喜欢占便宜，希望轻松来钱，即使天上掉馅饼，让你随便捡，那也是在减损命中应有的福报。你以为这来得太便宜了，赶紧捡一大堆，但大钱如大水，会淹死人的。福薄的人不要轻易触碰。你要明白，人的福报是有限的，各方面均衡可以减少灾难，某一方面欲望过多，其他方面总会出问题。天道是有规律的，天道既满，所以在人间几乎看不到各方面都圆满的享福。大概历史上只有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，做了60年皇帝，为了不超过祖父康熙大帝，自动退位，做了4年太上皇。他的福报确实很大，身体健康，智慧丰富，事业圆满，国力强盛，社会安定和平，家庭幸福，儿孙繁荣。有智慧的人追求的是适度的缺，所以曾国藩把书房命名为求缺斋，追求适度而非过度。有大智慧的人，有求必应，不如知足无求。因为有求即是欲望，多欲则多苦，无欲则无苦。所以有求不如无求，无欲才是真正的幸福。释迦牟尼佛的福报虽然圆满，但也追求适度，这是留给后人一个很好的教导。圣者将吃穿住的享受降到最低标准，过着简朴的生活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没有私欲，而在其他方面达到了最高水平。他是16大国的国师，地位高于国王，国王的事业以国土为先，而释迦牟尼佛的弘法利生事业遍及全世界，延续了3000多年，法运长达12000年。哪个国王的王朝能与之相比？释迦牟尼佛的相貌好圆满，具备32相80种好，寿命自在，想提前离开也可以，想多活几年也可以，这是寿命的圆满。出家人所说的法眷属，
释迦牟尼佛的法眷属达到圆满，上千人的僧团和谐无争，历代王朝的宫廷权力斗争非常残酷，这就是眷属不圆满。世间最愚痴的人追求事事圆满，而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。既然世间一定有缺，你应选择缺什么？人最可怕的缺失是智慧，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基本上愿意缺失财富，不要缺失智慧，因为财富多会乱人心，容易滋生贪婪心、傲慢心，还会招来各种嫉妒。钱财少不一定是坏事，祖师大德们将所得的供养舍弃，供养三宝也是积累福报。尽量保持低调，少出名，减少各方面的享受，这样寿命会很长，身体会健康，事业会很大，维持时间长且顺利。老老实实做人，勤勤恳恳做事，不耍小聪明，天理不会亏待你，也不会放过你。希望大家能自己思考清楚，你愿意在哪些方面求缺，而在最重要的方面能比较如意。损福报的方式有两种，一种是享福享掉了，一种是作孽把福报折损了。所以我们要行善积德，不做恶事，把福报积足了，这样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事业才能顺利。如果没有福报的支撑，任何愿望和志向都只是空头支票，无法实现。那么福报又该怎么具体的补充呢？如果您能静心阅读到最后，你一定会理解如何才能福报具足，功德圆满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培养自己的福报，因为福报在冥冥之中主导着我们的一切。生活中所有不顺的根本原因，就是福报不足。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福报，所有的财富都将为他所用，所有的愿望都将实现。这里有7个增加福报的方法，希望能帮助你的修行。1. 孝亲，百善孝为先。孝亲是修福的第一步。文昌帝君称孝为人间第一事。佛教法师多次强调孝亲尊师的重要性。2. 常怀恭敬心施法。佛法认为恭敬心能带来利益，对好人善人亲近学习，对坏人恶人恭敬远离，对事恭敬全力以赴，对物恭敬珍惜。3. 戒邪淫。邪淫会障碍道业，消耗福禄，破坏家庭，不应为短暂满足而牺牲长期幸福。4. 勤俭节约，即使家财万贯，浪费奢侈最终可能导致贫穷。周武王和秦始皇的例子说明了奢华和浪费的后果。5. 善因好缘，积极参与善事，助人而不求回报，可以带来好运和平安。6. 慈悲喜舍。慈悲喜舍可以增加福报，一念善心能消除罪孽，慈悲能增加功德。7. 吃亏奉献。心胸宽广，愿意吃亏奉献，是一种无私的道德行为。保持尊重对方，为对方着想的态度，
能获得对方的敬爱。只要你有心，这些方法都能实现。不必羡慕他人的福报，要思考如何播种福报。播种勤俭、结缘、喜舍、奉献的种子，自然能收获福报的果实。